好，高音唢呐也要来，一起来。我们从30小节来，高音唢呐是32小节进和中音唢呐，好吧？你们等着接就好了啊。预备，2、3、4、1。平衡，我一直尝试着在努力着去改变，我是坚信可以改变的。很多人提起民乐，哎呀，音不准，嘈杂，难听，就是有一些不了解我们这个乐团的概念的，或者这个中国管乐，他认为你吹不准，演奏不准，那是正常的。乐器不容易，难。为什么都是乐器，为什么不可以做准呢？我就不了解了，对不对？没有道理的呀。你吹不准，说明你艺术还是达不到高度，你还是做不到，对吧？这个位置你坐在那还是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但没有办法，因为大家都这样，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，最后你吹准了反而是不对的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乐器就应该不准才有味道，哇，这什么道理？你知道吗？这简直是不能，我不能接受。我觉得音乐就是给人一种愉悦和享受、美的代表。当然，它也表述了很多悲痛、伤感，郁闷也有，对吧？这是音乐的伟大，就是说它可以超出任何语言的，但是不代表你可以音不准，是吧？这个音不准实在太难受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？还有，我们是合作，不是独奏，所以笛子在吹的时候，哒滴哒哒滴滴滴，唢呐一吹的时候，你完全不顾它们的存在。只要一到了玩命的吹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力度对不对？会不会太响了？高音的时候会不会太冒了？哒滴哒哒哒，一上去音一高就开始玩命的讲，所以久而久之呢，我们就会给大家造成一个影响，说我们很嘈杂不讲究。其实我们可以做到的，跟西洋音乐交响乐团做到一样的细致，一样的精细，但是我们要花比它要更多的时间去排练才可以。那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排练的话，我们很难做到，因为的确我们乐器没有他们那么科学，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理由可以演奏的不准确，对吧？不代表我们不可以不准确，是不是？好，接着再来一下，大家都再听一下，这个平衡真的是很不好，而且音准也是非常的不稳定吧。好，再来一次笛子，你们那个降息还是不太准，预备，3、4、1。大家都在听啊，你看，当然乐器的这个音色和力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不可能告诉每一个听我们音乐会的人因为他的笛子，所以他会比唢呐弱一点。哎呀，因为唢呐呢，它就会比笛子响一点，这个不是理由，我们不需要去跟他们解释，也没有办法解释，对吧？因为我们都听不过去，是不是？笛子尽可能的去按照 forte 的这个力度去吹。那么唢呐尽可能贴着笛子的力度来表现。如果你整个唢呐高于笛子很多倍的力度的话，你会让笛子何堪与，它很难堪的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和谐，交响乐讲究的就是和谐，对不对？不要突出自己，要让每个人的声音都是那样的美丽。我们都是做这个的，包括我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的唢呐力度要再控制一点，但是不代表我要让你们吹得弱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要在你们这个整个要去贴这个笛子，好吧？结束的时候，你看刚才那中音唢呐，对吧？哒哒，突然一下做了一个 mezzo piano subito，为什么 ？Why？ 没有谱子，bang bang 还是 forte， 对吧？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很细致的东西，就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，对吧？你突然一下高音唢呐不吹了，马上就下了不敢吹了，这个不对的，好吧？还有，高音唢呐结束的时候呢，也是有点突，也有点突。哒滴梆梆没了，梆滴梆梆，两拍吧，到第3拍收掉，是吧？2拍第3拍收掉，也就是说那个哆，唢呐的哆和那个2拍，4分音符改成2拍，36小节改成2拍，然后正好接中音唢呐，梆梆，好，这样听上去好一点。